大二频道一纳吉。本来这个案件我是想等到最终定性的时候再做但是日本的司法进程我真的是拿捏不住也实在等不起了。因为这算是日本近期较为恶劣的无差别事件。这犯罪嫌疑人的行凶果断，似乎是早有预谋，而且这人被捕的时候戴着口罩，也让人感觉颜值很高，一度引起了日本社媒的广泛讨论但他阐述自己行凶动机的时候却异常的冷漠。杀人只是想寻求快感和满足，一切都要从那次案件说起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9年。2019年9月23日的凌晨0点38分，日本茨城县的静町警署接到了一位女性的报警电话，她用非常急促的声音在电话另一头大声呼救，说自己非常痛。说着说着就没了动静，接线员再怎么呼叫，对方也没有反应了。那天深夜下着很大的雨尽管警察很快就出动，但也是花了15分钟才到达现场。在警察到达现场后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在一处住宅的2楼，一对大概50多岁的夫妇全都躺在地上，每个人身上大概都有10处左右的刺伤，应该是在睡觉的时候遭到了袭击。凶手逃跑后，奄奄一息的妻子向警察报了警，因为伤势过重最终还是没能挺住。同样在2楼的儿子和小女儿都遭遇了袭击，男孩被刺中身受重伤，女孩被喷了催泪喷雾。可是住在1楼的大女儿却毫发未伤，但是惊魂未定。48岁的小林光泽与50岁的妻子美和就是案件中的遇害人。家里的大女儿21岁，在大学读3年级；14岁的儿子上中学，还是当地棒球队的一员；小女儿13岁读小学6年级。2004年，这一家人搬到了茨城县静町的农村。他们的房子被山水环绕，离最近的一户邻居也是相距300米左右。房子附近倒是有一个钓鱼场，所以除了附近的居民或者钓鱼场的人之外呢，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住在这里。那村子里的人和他们也都认识，但是并不是很熟。那警方开始了正式的调查，推定受害人死亡时间为0点30分。那报警电话是在0点38分，也就是说，凶手在这8分钟内杀害了2人，又袭击2人，然后就逃跑了。观察案发现场凶手是通过1层的窗户进入房子，闯入外人都不太熟悉的这户人家，而且选在了很难有目击者的下雨天，周围也没有监控袭击4个人只用了不到8分钟，夫妇2人一共受到了20次以上的攻击。从这些因素来分析的话，凶手应该是作案经验非常的丰富。但是有一点就很奇怪，虽然看起来作案速度快，作案的手段干脆利落，但如果从有预谋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却没有确认受害人是否死亡就跑了，所以才有的报警电话。而且他没有置孩子于死地，只是攻击了他们推断作案动机可能是和大人存在仇恨。这孩子们也是看到了凶手他们当时正在睡觉，凶手把他们叫醒了，让他们下床。他的体格很大，身穿黑色衣服，戴着黑色口罩。如果他一开始就想行凶的话，那孩子们睡觉的时候下手应该是更容易但他偏偏把孩子们叫醒，展示了自己的存在。据了解他在袭击了2个孩子以后呢，还把房间给搞乱了。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攻击在1层睡觉的大女儿。警方推测呢，他没有受伤的理由是凶手不知道1层还有人，就没有确认受害人的生死情况，还故意让案件有了目击者。这样的漏洞反而给警方判断凶手的身份带来了难点。如果凶手一开始就不知道大女儿的存在，那说明凶手就不认识这家人，而且受害者家的财产也没有任何损失。我们就可以假定凶手是在附近找作案目标的时候发现了这户人家，属于是无差别的随机作案。但前后矛盾的地方就是凶手从1层的窗户进来，却并没有巡视1层，好像又知道这家人都在2层。雨夜偏僻，没有监控，也确认过周围的汽车里的记录仪，但这些车辆停车的方向都与房子的方向相反什么都没有拍到。根据村里人的证言，他们说案发之前见过一个奇怪的人，一个身穿黑色衣服、戴黑色口罩的男子在附近出现过，而且在案发后也跟着人群在房子外面围观了一会儿。再加上孩子们对于身材的模糊描述，这就是全部的线索了。就这样，案发后耗时1年8个月，对该地1万多人进行了调查，
还发了悬赏公告，但仍没找到凶手。这起案件就变成了未决事件。直到2021年啊，警方开始关注到一个非常有嫌疑的人，叫冈庭由征，现年26岁。被捕时候的照片一经流出啊，又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很多人都感觉这未免也是太帅了点吧。但这人其实从小开始就似乎与正常人不同，而且有犯罪前科。我们就从他小的时候开始说起啊，看他是如何与这个案件相关联的。这是冈庭由征小时候的照片，他的原名其实叫秋户，父母健在，还有2个兄弟，一家5口人，家里从事建筑地产相关工作，家境殷实在冲绳小有名气。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土地测绘师，这个行业很赚钱所以冈庭由征从小就衣食无忧。在他小学时候，父亲就给了他一张信用卡，告诉他看到喜欢的东西就可以随便去刷卡。因为有钱了，生活也变得随心所欲，一切都很顺利。所以在他小时候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过得很平凡。但是有一天，父亲对家人发了很大的脾气，因为有人在外面捡回家里了一些流浪猫。父亲认为这些流浪猫都是很肮脏的，所以就大发雷霆。年少的冈庭由征从内心就很同意父亲的说法。从第2天开始，他就出去捕杀外面的流浪猫。要知道他那时候还只是一个小学生。恐怖的是他甚至会带着一个被取下的猫头去上学。经常有人看见他在外面虐猫或者把猫活埋。就是从这个时候，他的性格和行为开始变得暴力。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施暴对象逐渐由猫转向了人。2011年11月，16岁的他已经是高中生，在骑自行车的路上，他持刀先后刺伤了2个女孩，一名14岁的初中生和一名8岁的小学生。随后他也被警方给逮捕在去他家里调查的时候，在这个高2学生的房间里竟然发现了71把刀具，有一般的短刀，还有专用刀、军用刀，甚至有很多刀都是非常昂贵并且很难买到的。其中普通人禁止持有的军用短刀就有16把。当时认为他只是有收藏的嗜好而且有父亲给的信用卡来支撑自己的开销，所以当时觉得问题不大。可实际上这些刀具是从他小学虐猫的时候就开始收集的。他会用不同类型的刀在猫的身上做实验。之前的同学回忆他不仅收集刀具，身上还一直带着。自然周边的人就感觉到很害怕，所以他被同学们孤立了。于是他又将这样的愤怒转移到了猫的身上，以至于时间久了也会想尝试用在人的身上，导致2个女孩受伤。那实质上是杀人未遂同时他也承认了自己的一个习惯就是想杀人但是没能得手的时候就会去纵火去发泄一下。曾在别人的简易厕所汽车、摩托车、仓库等地纵火30多次，造成了很大的恶劣影响。2013年2月开始庭审，在被问到伤害别人动机的时候，冈庭由征在法庭上很冷淡地说，自己就是想杀人，因为这可以让他感觉快乐和满足。袭击女生更让自己有兴奋感。如果这次自己没有被抓的话，还打算到东京去杀几个人试试。可以说是异常的冷静。杀人这个词儿不会对他的内心产生一丝的波动。被警方搜到的凶器上沾的血迹一直都保留着没有擦。当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他说是为了记住当时犯罪时候的心情。那这样的回答就可以看出一些变态杀手的倾向。当时冈庭由征被诊断出广泛性发育障碍，他是无法和正常人一样去和别人相处的。精神科医生说结合实际看待他这种问题，光治疗是不行的，因为很难治好。以后回归社会还会是一个危险性极高的人。控方呢也希望能够判刑5年以上10年以下。可即便如此审判长还是念及他是未成年人，而且主动认罪，家里还拿出了巨额的赔偿金，就接受了被告辩方的主张，让他接受治疗和心理教育。由此他没有坐牢，只是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和监护。他的真实姓名和样貌都没有被公开。就这样，他在少年医疗机构里度过了5年的时间。2018年再一次重返社会。出院的那天，第一件事就是改名为冈田由征，因为他认为用原名还会被孤立，就改了名字，意味重生。他开始了学习打算继承父亲的家业，做一个测绘师但是他却完全不是那块料，怎么也学不会
所以他对自己非常的失望，于是又开始游手好闲啊，反正是有很多钱啊，就宅在家里或者到街上闲逛。这段时间他都做了什么，没人知道。但是在他被释放的1年后，小林夫妇在那个雨夜遇害了。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继续往后看。他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没有社交圈子，也没有什么社会阅历，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就到了26岁。2020年11月，一通匿名报警电话，冈庭由征再次被警察逮捕，因为在他家中搜出了45公斤左右的硫磺。硫磺可以用来制作爆炸物，除了硫磺之外，还在家里发现了制作爆炸物及毒气的教程。但是他只是持有而已，还什么都没有做，所以马上就把他给释放了。时隔3个月的2021年2月，他因为制造假的警方手册非法贩卖，再次被逮捕了。这张就是当时他被捕的照片。虽然戴着黑色口罩，也不难看出，这仅仅3个月，他在外貌上的变化可以说是非常大。被新闻播出去很多人都说他是帅气的罪犯，还有媒体说他在这个3个月期间应该是去整容了。而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多关注他的父母也上了新闻，他们一家人并不住在一起。这父母说一开始也没有认出来这是自己儿子，但仔细观察眼神才认出来。自从他持有硫磺被捕后呢，一家人呢3个月没有联系过。这没想到再一次见到，竟然是新闻里被捕的画面。他们不知道这3个月儿子都干了什么。从这一次冈庭由征被捕直到现在，还在接受警方的调查，可以说这是一个很长的调查时间。因为在2021年5月7日，警方对外透露，在对他进行调查的时候，发现了新的犯罪情况。也就是2019年9月23日的小林光泽的那起案件，虽然目前还没有做详细的发表，但提到冈庭由征在家中持有的物品，让他具有重大嫌疑。虽然还未被举证，但是日本现在的大氛围都已经开始认定冈庭由征就是凶手，甚至还有人预测他的量刑，说他至少是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那到底是什么让人怀疑他是凶手呢？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分析一下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冈庭由征犯的那些事儿：虐猫伤害小女孩，非法持有71把刀具，作案失败后就会放火，持有大量硫磺，涉嫌制造爆炸物，伪造警察手册进行非法贩卖，最后涉嫌杀害小林光泽一家。其实，在小林光泽一家人生活的地方，之前就经常发生凶案。小林一家案发时间是2019年9月23日，案发前4个月，2019年5月5日的同一个区域，小林家附近的那个钓鱼场呢就发生了火灾。然后过了3个月，8月24日，邻村的一对老夫妇被杀害。当时抓捕了一个当地越南籍的农业实习生，但是这个人陈述并未去过那个案发现场，后来被释放了。1个星期后，附近的城里又发生了火灾，一名年过70旬的老人和30多岁的儿子死亡，但是死因是出血性休克，说明在着火前他们就已经被凶器刺中。这2天后，又在路上发生了一起奇怪的偷袭事件，但被当事人及时察觉，所以偷袭未遂，仓皇逃走。又过了2天，就是2019年9月23日的凌晨，小林光泽夫妇就遭遇了不测。那所以从2019年5月份开始在茨城县的这个范围就连续发生了多次袭击伤人以及纵火事件。警方只能根据作案手段和冈庭由征之前犯下的行为来判断他有嫌疑。那说到这儿，也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么多起案件都没有直接目击者看到案犯的样貌，或者是哪怕有1个监控探头拍到画面，这都是2019年发生的就那个区域的监控设备就一直匮乏到这种程度嘛，就很难理解。再回到案件有一点还没有掌握就是他的交通工具，他是如何到达地处相对偏僻的小林一家所在的静町。那冈庭由征的居住地到静町的交通不是很便利，坐电车需要1个小时55分钟，下电车之后呢还需要打车才能到。但对案发当日附近的出租车司机调查后呢都说没有见过这个人。这交通工具也有可能是自行车，这骑行的话大概需要2小时15分钟，因为电车比较绕远，所以骑行并不会多很多时间。
这个可能性也很大，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他曾在骑自行车的路上刺伤了2名女学生，作案手法相似，与受害者之间也没有任何的怨恨，就是随机的无差别作案，没有目的。按他的话说，就是为了得到快乐和满足嘛，犯罪本身就是他的目的，所以从他的立场来看，在路程花费2个小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再加上村里人的证言，戴黑色口罩的神秘男子和冈庭由征被捕的时候的形象是一致的。而且被监护在医疗院的5年时间，医生诊断说他的精神情绪方面的问题一直都很严重，他就是心里单纯的想杀人，这在他的眼里可能就像劈一个西瓜一样正常，所以之前对他的处罚和再次放回社会都显得很不负责任，也或许因为这种处理不得当，才发生了后续那么多案件。那结合以上的因素啊，确实也有非常大的作案嫌疑，所以只要被举证，他肯定会被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而反之被判无罪啊，那他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这一切都取决于关键证据了。是日本现在已经将冈庭由征的犯罪假定视为现实存在的。日本的检察职权非常强大，所以一旦起诉，就算证据不够完美有时候也会判为有罪。这种情况下，偶尔会产生一些极端，比如说因为证据不足造成一些冤案。但冈庭由征确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人，虽然不经确认不能认定有罪，但为了防止将来他有可能继续犯罪尽管证据还不充分，可民众的呼声却很强烈。日本也有可能趁此机会把他送到监狱。益处就是把他和社会隔离开，排除一个安全隐患；坏处可能就是破坏了法律的公允。但是从针对他的一些相关报道来看，似乎一大部分人希望破例这一次也无所谓了。就诚实的说，可能这样对他是有些不太公平。可把他关起来之后呢，却能保障更多数人的安全，也是无形之中拯救了民众的性命。这个氛围营造的就有点类似于电车难题了，是选择走正常程序，把潜在危机留给更多人，还是在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的前提下，选择临时变更方向，伤害个人的利益似乎无论做哪个选择都是令人遗憾的。如果冈庭由征真的有罪，也只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铁证吧。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大吉，我谢谢你了，拜拜。